如果我告诉你，医院里有很大一部分的洗肾病患，其实是被一道家常养生菜推向悬崖的，你心里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这道菜就是你家餐桌上肯定有的高丽菜，它本身没有错。但如果跟3种常见的食物错误搭配在一起，就像是往火里倒油，短短几个月就能把原本健康的肾脏变成一张破损的滤网。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彻底拆解高丽菜的致命地雷，并找出能让肾脏功能大幅提升的黄金搭配法。这其中有97%的人都不知道的绝佳烹调秘诀，此刻正藏在你家的厨房里，等待你去发现。在告诉你哪些食物组合会变成毒药之前，我们必须先静下心来，看懂我们的身体在岁月流逝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深刻的变化。很多长辈常常感叹，年轻的时候怎么吃都没事，冰水照喝，生冷照吃，身体依然强壮。但过了60岁之后，同样的食物吃下肚，却开始出现各种不适，甚至悄悄伤害了内脏。这个答案就藏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地方。你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一座运转了几十年的精密老工厂。年轻的时候，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是崭新的，原料一送进来，立刻就能转化成能量，废料也能顺畅地通过下水道排出去，一切运作得天衣无缝。但是到了60岁，这座工厂的主要设备无可避免地开始老化了。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叫做脾胃虚寒与肾气衰退。在现代医学的微观世界里，这就意味着你的胃酸分泌量可能已经降到年轻时的1半，消化酵素的活性也明显下降，就像机器的轴承生了锈，齿轮严重磨损，开始发出令人担心的声响。而肾脏正是这座工厂里最核心也最关键的净水系统。我们常常听人家说，肾脏就像一张滤网，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张滤网有多么精密，又有多么脆弱。在它的表面布满了数百万个微小过滤单元，我们称之为肾丝球。每一个肾丝球的孔洞都比我们的头发丝还要细上几百倍。年轻的时候，这些肾丝球就像崭新的高级丝袜一样紧密，有弹性，孔洞均匀，能够精准地把营养留在血液里，把毒素排到尿液中。但是经过了60年到70年的漫长使用，经历了数十亿次的过滤循环，这些滤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损耗。有些地方的纤维变薄了，有些地方出现了细微的撕裂，有些地方甚至因为长期的发炎反应而彻底硬化堵死。在这样脆弱的生理基础上，如果还有2种性质完全冲突的食物同时进入身体，而衰老的脾胃已经没有能力去调和它们，这些食物的组合就会变成致命的武器。它们就像是把粗糙的沙子和粘稠的泥巴同时倒进一张已经破损的纱网里。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沉重的压力和强烈的摩擦下，这张网最终的命运就是彻底烂掉。中医有一句充满智慧的老话，叫做肾主水，喜温恶寒。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深远，肾脏是一个必须依靠温暖的气血才能正常运转的器官，它最怕的就是寒冷。如果吃进了太多寒凉性质的食物，肾脏周围的微血管就会因为温度急剧下降而瞬间收缩。这就像是在寒冷的冬天，你的手脚会变得冰冷发紫，因为血液根本流不过去。肾脏内部的血流一旦变慢，血液集中在狭窄的通道里，肾丝球的压力就会异常升高。本来就已经十分脆弱的老化滤网根本承受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高压，就会开始出现不可逆的破裂。根据临床上的长期观察，有非常大比例的慢性肾脏病恶化，都跟这种日常饮食习惯的错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病理变化，而是肾脏那令人心惊的沉默。它是一个没有痛觉神经的器官，它不会痛，
也不会大声呼救。在它的损坏程度达到80%之前，你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明显的异常。很多长辈觉得每天能吃能睡，只是稍微容易累一点，就不以为意。等到某一天突然发现尿液变成了深褐色，双脚肿得穿不进鞋子，再去医院检查时，往往已经到了必须洗肾的绝境。所以接下来我要仔细为你拆解的每一种食物组合，都不是在制造恐慌，而是无数个家庭用血泪换来的深刻教训，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养生铁律。我们要避开的第一种会让肾脏崩溃的组合，就是很多人在炎热夏天最爱吃的那一道清爽凉拌菜，也就是高丽菜搭配小黄瓜，或者是饭后紧接着吃冰镇西瓜。大家脑海中一定能浮现出这个画面：炎炎夏日，气温飙高，饭桌上摆着一大盘清脆的高丽菜沙拉，旁边点缀着切得薄薄的小黄瓜。吃完饭后，家人又端出一大盘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西瓜。这种吃法听起来既健康又消暑，让人觉得对身体很好。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医学事实，这个看似完美的组合，此刻正在你的肾脏里制造一场可怕的灾难。我们要明白这背后的原因，必须先从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说起。你可以试着想象，如果你把滚烫的热水突然倒进一个装满冰块的玻璃杯里，那一瞬间会发生什么事？玻璃杯会因为内部和外部的温差过大，承受不住热胀冷缩的剧烈拉扯，瞬间出现裂纹，甚至当场炸裂。这就是高丽菜遇到小黄瓜和西瓜时，在你的肾脏里真实上演的物理与化学反应。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种说法太夸张了，认为这么常见的蔬菜水果怎么可能有毒？我们就来仔细拆解这其中的医学逻辑。首先，小黄瓜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酵素，它在消化过程中会直接破坏高丽菜里宝贵的维他命 C， 让营养价值大打折扣。但这还只是最轻微的损失，真正可怕的致命伤在于高丽菜、小黄瓜以及西瓜这3种食物。在传统中医的分类里，都具有极强的寒性。刚才我们提过，肾脏需要温暖的环境才能正常工作。当这3种极度寒凉的食物通过衰弱的脾胃，一股脑地进入身体的循环系统，大量的寒气会随着血液直奔肾脏，肾脏周围的血管遇到强烈的寒气，会发生痉挛性的瞬间紧缩，就像刚才说的玻璃杯遇到冷水一样。你的肾丝球，也就是那些比头发丝还细的过滤网，会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温度巨变和压力暴增，开始出现微小的裂痕。更糟糕的致命一击来自于西瓜。西瓜在现代医学中被公认具有极强的利尿作用，它会强迫你的肾脏以比平时快5倍甚至10倍的速度去处理高丽菜里含有的钾离子和大量水分。请你试着在脑海中描绘这个情境，在一张因为血管收缩而变得僵硬，甚至已经出现破损的微小滤网上，你突然开启了一把高压水枪，疯狂地冲刷它。结果只有一个，那张网会被彻底撕裂，失去所有的过滤功能。临床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长辈，本身有轻微的血糖问题，听说高丽菜对控制血糖很好，就每天中午吃满满一大盘高丽菜加小黄瓜的沙拉，饭后必定再吃几片冰西瓜。刚开始的第1周，他们会觉得效果似乎不错，小便特别通畅，身体感觉很轻松，但这只是身体在透支储备能力的假象。到了第2周，早上起床照镜子时，就会发现眼睛周围出现了明显的浮肿。到了傍晚，双脚更是肿得像发酵的馒头，用手指按下去，凹陷出半天都弹不回来。晚上的睡眠也被打断，需要起来上厕所6、7次。很多长辈以为这只是天气太热，水喝多了，或者是年纪大了循环不好，根本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早上，
腰部突然传来一阵像刀割一样的剧烈疼痛，排出的小便颜色深得像浓茶一样吓人。这时候送到医院一检查，肾功能往往已经掉到了非常危险的低谷，面临立刻洗肾的危机。寒凉食物让血管紧缩，强烈的利尿作用让肾丝球严重过劳，已经衰老脆弱的滤网在这双重压力的夹击下，只能走向彻底崩溃。所以，请你立刻做一件事，打开你的冰箱，看看里面有没有同时出现高丽菜、小黄瓜和西瓜。如果这3样都有，请马上把它们分开放，千万不要在同一餐食用，尤其是肾脏本来就不好的长辈，这个组合就等同于在给肾脏下毒。但这还不是最危险的，还有一种食物在华人世界里家家户户都有，而且很多人还觉得它大补，能让人延年益寿。但它如果跟高丽菜一起大量食用，会让你的甲状腺陷入极度的混乱，进而严重拖垮肾脏。我们有个传统观念，坐月子要喝海带汤，过生日要喝海带汤，身体虚弱也要喝海带汤。海带被称为海中不老草，是长寿的象征。但今天我要打破这个迷思，如果你刚吃完一大盘高丽菜，接着喝下这碗长寿汤，你可能正在悄悄缩短自己的寿命。我们要深入了解这其中的冲突，因为高丽菜里含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种素的成分，它的主要作用是在肠道中阻挡身体吸收碘元素，而海带恰恰是自然界中碘含量最高的食物之一。这就产生了一个极其矛盾的局面，一个拼命给身体输送碘，一个拼命在门口阻挡碘，你的甲状腺就卡在这2股力量中间，进退两难。年轻人身体代谢快，还能勉强调节这种冲突，但过了60岁，甲状腺功能本来就开始自然衰退，这时候再遇到这种剧烈的干扰，后果会非常严重。甲状腺一旦因为吸收不到足够的碘，无法制造足够的荷尔蒙，身体的代偿机制就会拼命让甲状腺肿大，想要挤出更多的荷尔蒙来维持身体运转，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甲状腺肿。但问题绝对不只是脖子变粗这么简单，甲状腺一旦失调，第一个遭殃的深层器官就是肾脏，因为甲状腺荷尔蒙就像是调节全身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率的总开关，当这个总开关开始停摆，全身的代谢就会变得像冬天一样缓慢迟钝，流向肾脏的血液会严重受阻，肾脏为了维持基本的过滤功能，只能强迫自己提高内部压力，导致肾丝球的负担急剧上升。更可怕的隐藏危机是，海带和高丽菜都含有大量的钾离子，在甲状腺机能已经低下，肾脏过滤速度变慢的情况下，这2种食物的巨量钾离子同时进入血液，根本无法顺利排出，就会引发高血钾症。这不仅会物理性的撕裂肾脏滤网，还会让心脏的肌肉产生麻痹，引发心律不整，甚至有心跳骤停的风险。很多长辈平时脖子容易肿，说话声音沙哑，听邻居说海带补碘，高丽菜养胃，就每天早上1碗海带汤配1盘凉拌高丽菜，吃了2个月后，发现身体越来越沉重，睡多久都觉得累，脸肿得像满月，小腿一按就陷下去。他们往往以为是年纪大了，体力下降，反而更认真地吃海带和高丽菜进补，直到有一天突然喘不过气，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被送进急诊，才发现甲状腺指数已经彻底失控，肾功能也进入了衰竭期。所以请检查你的餐桌，海带汤旁边绝对不要摆着高丽菜，尤其是甲状腺本来就有问题，或者肾脏指数在临界线上的人。这个组合就像是在体内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接下来这第3种才是真正的夺命组合。如果你正在服用心血管药物，请务必集中精神听完下面这段话。如果你正在吃降血压药、抗凝血药，或者做过心脏支架手术，
这接下来的几分钟，可能是你和一场严重中风之间唯一的防线。高丽菜含有大量的维他命 K， 对于健康的普通人来说，这是非常好的营养素，它能帮助骨骼强壮，促进伤口止血。但是对于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的长辈来说，维他命 K 会直接成为药物的克星。抗凝血药的主要目的是让血液保持适度的稀薄，防止血管里形成致命的血栓。但维他命 K 的作用恰恰完全相反，它在肝脏中会促进凝血因子的生成，加速血液凝固。当你大量吃进高丽菜，抗凝血药的药效就会被完全中和掉。这时候，你的血管里就会开始悄悄形成微小的血块。这些血块一旦随着血液流动，堵住脑部的微血管就是脑中风，堵住心脏的冠状动脉就是心肌梗塞。但这双重打击还没结束，我们的餐桌上往往少不了一盘咸香下饭的泡菜或是腌制酱菜。泡菜里面含有极高浓度的盐分，也就是钠离子。当大量的钠进入身体，会产生严重的水钠点流现象，让血液的体积瞬间增加，导致血压在短时间内猛烈飙升。高血压会直接产生强大的机械冲击力，去攻击原本就已经脆弱的肾脏滤网。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内外交困的恐怖画面，一边是高丽菜里的维他命 K 让血管里的血液变得粘稠，容易结块，另一边是泡菜里的高盐分让血压急剧上升，水管内的压力大到快要爆裂。这两股毁灭性的力量同时作用在脆弱的肾脏微血管上，你的肾脏根本承受不住这种夹击。许多长辈注重养生，每天早上打一杯高丽菜汁，觉得养胃，但每餐又习惯配上满满的咸泡菜，觉得下饭。几个月后，突然半边身子无力，说话含糊不清，送医检查才发现，脑部多处小血管已经被血栓堵死，而肾脏也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冲击出现了不可逆的萎缩。各位朋友，如果你正在服用任何心血管药物，在把大量高丽菜端上餐桌之前，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药性。一片看似无害的菜叶，加上一小盘咸菜，可能正在你的血管里酝酿一场风暴。听到这里，我希望你能稍微停下来，花几秒钟的时间，静静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请你稍微弯下腰，用手指轻轻按压一下你的小腿胫骨内侧，看看凹陷的地方是不是很久都弹不回来。回想一下你今天早上的晨尿，马桶里是不是浮着一层久久不散的细小泡沫？再感受一下你的双手和双脚，此刻是温暖舒适的，还是像冰块一样寒冷僵硬？这些微小的细节都是你的肾脏在透过身体的细微变化向你传递的求救讯号。很多人面对这些讯号会感到害怕，不知道该吃什么才安全。其实你完全不需要恐慌，只要用对了方法，高丽菜不仅不是毒药，反而会变成修复肾脏的救命良药。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如何把敌人变成最强悍的战友。西方有句著名的老话，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但在中医与现代营养学结合的观点里，我要给你一个升级版的黄金配方，那就是一天一颗苹果加上一片高丽菜，能让你的肾脏重新焕发活力。这绝对不是夸大的说辞，而是有着严谨的科学与病理依据的。为什么加上苹果就能改变一切？因为苹果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果胶成分，果胶在肠胃里就像是一层温柔的保护膜。高丽菜的纤维质相对比较粗糙，对于脾胃虚寒或是肾脏功能已经很弱的长辈来说，直接吃大量的生高丽菜会造成沉重的消化负担，甚至引起严重的胀气。但是苹果的果胶会完美的包覆住这些粗糙的纤维，让整个消化过程变得非常柔和顺畅。更神奇的化学反应在于，苹果里面富含的有机酸，一旦在体内遇到高丽菜的维他命群，
它们会结合成一种类似天然清洁剂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够温和地溶解肾脏滤网里长期累积的代谢废物，就像是你用了一种专用的高级清洗液去清洗一张沾满脏污的老旧滤网，它能够深入最微小的孔洞，把各个角落的毒素都洗得干干净净。这个黄金配方非常简单，但比例和做法极其重要，请记住这个完美的1:1比例。高丽菜取一片手掌大小的叶子，苹果挑选一颗中等大小的，取一半来使用。这里有一个绝对不能省略的生死关键步骤，千万不能把高丽菜直接拿去生打果汁，你必须先准备一锅滚水，把高丽菜叶放进去烫30秒到1分钟。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经过滚水的汆烫，能够彻底破坏高丽菜里的甲状腺种素，同时能让大量溶于水中的钾离子流失到水里，这样吃下肚才完全不会给肾脏和甲状腺带来任何负担。而那一半的苹果，请你一定要带皮洗净，因为苹果皮里含有非常珍贵的天然植化素，能够有效抑制肾脏内部的微发炎反应。把烫过的高丽菜和带皮的苹果放进果汁机里，加入1杯温热水打匀。记住，千万不要加糖或是蜂蜜。如果长辈觉得味道太淡，想要一点甜味，可以放1颗去籽的红枣一起打。红枣在中医里能够补气养血，对提升脾胃的运化能力非常有帮助。打好的这杯汁一定要趁着温热的时候喝，每天早上空腹时，像咀嚼食物一样慢慢地喝下去。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温热？因为冰凉的果汁会再次引发肾脏微血管的收缩，违背了肾脏喜温恶寒的天性。而温热的果汁会温柔地放松你的肾丝球，把整个晚上累积在体内的毒素顺畅地通过早晨的小便排出体外。健康从来就不复杂，比起那些昂贵又不知道成分的保健食品，你家冰箱里的一片菜叶和半颗苹果就能让你的肾脏得到最好的保养。除了排毒，还有一个让很多中老年人非常困扰的问题，那就是老人家常常担心肾不好，听人家说不能吃蛋白质，结果导致全身肌肉大量流失，最后连走路都没有力气，只能依靠轮椅。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方法会彻底改变你的养生观念。很多人一听到肾脏指数有红字，就吓得连鸡蛋和瘦肉都不敢碰，这是我在临床上见过最要命的误解。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一个真相，优质的蛋白质绝对不是肾脏的敌人，而是修复肾脏不可或缺的救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年纪越大，肌肉就是你的第2条命。当肾功能下降后，如果再刻意避开蛋白质，身体为了维持基本运作，就会开始疯狂消耗分解你原有的肌肉，这在医学上叫做肌少症。肌肉一旦流失，身体的整体代谢能力就会变得更差，血液循环变慢，肾脏的排毒功能就会进一步跟着垂直下降，这就形成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恶性循环。所以真正的解法是选对最纯净的蛋白质，并且用最正确的方法来吃。鸡蛋的蛋白被医学界公认为是完美的纯净蛋白质，连慢性肾脏病患者都可以安心适量食用。猪里脊的瘦肉只要仔细去掉所有白色的脂肪，也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来源。但最关键的秘诀是，一定要把这些优质蛋白跟高丽菜组合在一起蒸着吃。我们要理解这其中的精妙之处，因为高丽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些纤维在肠道里就像是一把强力的扫把，会主动吸附肉类中可能残留的坏胆固醇，并将它们安全地包裹起来排出体外，不让它们进入血液，增加肾脏负担。同时，高丽菜里的维他命 K 对一般没有吃抗凝血药的人来说，能够有效防止血管钙化硬化，让流向肾脏的血流保持绝对的畅通。而蛋白里面富含的白蛋白就会顺着这些畅通的血管，
直接输送到肾脏，成为修补那些破损肾丝球的顶级原料。做法其实非常简单，你可以把高丽菜切成细细的丝，平铺在蒸盘的底部，上面倒入3到4颗鸡蛋的纯蛋白。因为蛋黄的磷和胆固醇比较高，肾脏比较弱的长辈一天最好不要吃超过1颗完整的蛋。在蛋白上面可以撒一点点姜末，用来去腥。姜性温微辛，它的温热性质能够完美抵消高丽菜的微凉，同时还能进一步帮助肾脏的血液循环。这就是中医里阴阳调和的极高智慧。放进电锅里蒸10分钟左右，这道菜就完成了。它在保护胃黏膜的同时，也立刻供应了肾脏最迫切需要的修复营养。对于那些面临肌肉流失、双腿无力、常常容易跌倒的老人家来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一道药膳早餐了。请务必记住，因为害怕而完全拒绝蛋白质，绝对不是通往健康的道路。聪明的利用高丽菜这层天然的保护膜来补充优质蛋白，才是真正的救生之路。最后还有一个97%的人都不知道的终极秘密，那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一罐能够完美洗净肾脏并发散高丽菜所有益处的发酵食品，它叫做味噌。极少人知道，味噌加上高丽菜就等于是一剂完美的解毒排毒良方。为什么味噌这么神奇？因为味噌在漫长的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益生菌和活性酵素，这些酵素会预先在你的肠胃里替你分解高丽菜那粗糙难以消化的纤维壁，让营养的消化吸收率大幅度提升。更令人赞叹的是，味噌里面含有的发酵大豆蛋白在进入体内后，会神奇地跟高丽菜释出的微量钾离子结合，稳定并调节钾离子进入血液的吸收速度。这样一来，肾脏就不会突然因为浓度飙高而承受过大的压力。如果在拌菜的时候再加上1小时紫苏油，紫苏油里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一旦跟高丽菜的维他命相遇，能够发挥极其强大的抗发炎效果，抑制血管壁的发炎反应，让肾丝球的微循环变得更加通透顺畅。但最核心的关键在于这套极度讲究的烹调技巧，请仔细听好。高丽菜切好之后，第一步绝对不是直接下锅，而是要先泡在大量的冷水里整整20分钟。我们要知道，钾离子是高度水溶性的矿物质，只要通过充分的泡水，就能安全去除掉70%以上的钾离子，这能大幅度减轻肾脏的排钾负担。泡完水之后，第二步是放进滚水里汆烫1分钟。这个动作是为了彻底去除刚才提过的甲状腺肿素。汆烫好之后捞起来沥干水分，加入1大匙优质的自制或是无人工添加的味噌，滴上1大匙紫苏油，最后加上一点点切碎的蒜末，用来发散体内寒气，将它们轻轻拌匀。这道完美的养生菜就大功告成了。如果你习惯把它们煮成热腾腾的味噌汤，那么请务必记住，高丽菜一定要在最后关火前才放进去，这样才能在去除毒性的同时，保留下最多对身体有益的有效成分。只要懂得改变烹调的方法，原本可能伤身的毒瞬间就能翻转变成救命的药。千万不要再直接大量生吃未经处理的高丽菜了，一定要经过泡水汆烫，加上温和的味噌，这就是守护60岁以后肾脏功能的最大智慧。到这里，我们的健康旅程已经接近尾声了，让我们稍微放慢脚步，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学到的珍贵知识。今天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段路，绝对不只是单纯告诉你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可以吃这样肤浅的知识，而是关于如何运用中医与现代病理的智慧，来守护我们生命底线的深刻道理。让我快速帮你整理一遍今天的核心重点。3种绝对要避开的致命组合必须牢记在心。第一，高丽菜加上小黄瓜或者是西瓜，极度的寒凉与强力脱水
会让你的肾脏就像玻璃杯遇到冰冷的水一样，瞬间产生裂痕。第二，高丽菜加上大量海带，甲状腺肿素与高碘的剧烈冲突，会让你的甲状腺机能停摆，连带严重拖垮肾脏的代谢功能。第三，高丽菜加上抗凝血药或是高盐分的咸泡菜，维他命 K 与高钠的联手，会在你的血管里制造致命的血栓，并用高血压击溃肾丝球。而那3种必须学起来的黄金组合，更是保命的关键。第一，高丽菜加上带皮苹果打成的温热果汁，能够运用果胶与有机酸，温和地清洗肾脏的老旧滤网，让毒素顺利排出。第二，高丽菜搭配鸡蛋的纯蛋白或是纯瘦肉蒸熟食用，能够运用纤维吸附多余胆固醇，同时利用优质白蛋白来重建流失的肌肉，修补受损的肾丝球。第三，高丽菜加上味噌与紫苏油，运用发酵的益生菌与欧米伽3，能够完美中和蔬菜的寒性与毒性，变成一剂抗发炎的救命良药。还有那个97%的人都忽略的烹调秘诀，也就是先泡水20分钟去除钾离子，再用滚水烫30秒到1分钟去除甲状腺肿素，最后一定要保持温热的状态吃下肚，时刻保护我们脆弱的血管。这些绝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无数人验证过真实能改变身体机能的宝贵经验。但在影片的最后，我还想用一个长辈的身份跟你说一件比吃什么食物还要更重要100倍的事，那就是你面对身体的心态。中医认为我们的五脏六腑对于情绪是非常敏感的，特别是肾脏，它最容易受到恐惧、焦虑与担忧的伤害。所谓恐伤肾就是这个道理。很多长辈每天提心吊胆，这也不敢吃，那也怕吃错，最后身体没病垮，精神先崩溃了。所以我希望今天这支影片给你的绝对不是对食物的恐慌，而是一种清醒的掌控感。我要让你知道，健康长寿绝对不是靠盲目的运气，而是靠着正确的智慧加上每天微小的行动。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心诚则灵，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能够放下心中的焦虑，把眼前的食物当成大自然给身体的恩赐，怀着一份感恩与喜悦的心情吃下去，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处于最放松的状态，这些食物吸收后的疗效绝对会成倍的增加。从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开始，请你试着为自己的健康做3件简单的事。第一件事，走到厨房，打开冰箱，把里面混在一起的高丽菜、小黄瓜、海带严格的分开放置，断绝它们同餐出现的可能。第二件事，明天早上起床后，为自己或是一起生活的家人，用正确的方法做一杯温热的高丽菜苹果汁，静静地喝下去。第三件事，把这支影片的连结分享给一位你关心、正在长期服药或者是肾脏、胃肠功能已经不太好的家人朋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改变，只要坚持10天，你就会发现早晨尿液的颜色变得清澈了。1个月后，你会发现小腿的浮肿消退了，身体变得轻盈。1年之后，这样的好习惯会让你有足够的体力，充满活力地走在公园的林荫步道上，而不是虚弱地躺在冰冷的病床上。如果你愿意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请在底下的评论区留言写下我已经开始行动，让我知道有多少朋友真正把健康的主导权拿回了自己的手里。如果今天影片里分享的医学知识与养生观念真的解开了你心中的疑惑，帮到了你的忙，请你顺手做3个简单的动作。第一，温和的点击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在这里用最白话的方式为你拆解更多保护肾脏、甲状腺与全身机能的珍贵医学知识。第二，请给这支影片点个赞，你轻轻按下的一个赞，对我来说
就是继续钻研、整理更多救命讯息的最大动力。第三，一定要把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尤其是那些正在服用心血管药物或者长期受慢性病折磨的长辈们。有时候，你一次看似随手的分享，就有可能成为某个人在面临健康绝望时刚好抓住的一条救命绳索。我会在下一支影片里带着更多能让你100岁人生更健康、更有高品质活力的实用讯息回来。真心感谢你愿意播出宝贵的时间，从头到尾认真的把这些话听完。我在台北，虔诚的祈祷你的家庭永远充满平安与温暖的笑声。最重要的是，希望你们无论年纪多大，都能没有病痛，每天活得健康自在。我们下次影片见。孩子们，请一定要记住，你身上这颗默默为你工作了一辈子的肾脏，值得你用一生的智慧去好好守护。